iPhone 15 Pro Max、华为 Mate 60 Pro， 我估计很多人都想让它俩对比一下，是吧？啊，我们也想，所以今天就来看看他们的表现。哦，对了，现在一到对比的节目，下边有些回复就会说，什么什么配置一块比才公平，什么什么价格一块比才公平，什么什么怎么比才公平？你的眼里啊，别光只有输赢啊，去品不同。那正式测试前呢，还是鼓励摄影环节，我会用手机去瞎拍些照片啊，我拍的不好，抛砖引玉，主要是希望您也能参与到摄影中来。前面的照片就是这两台手机所拍摄的，但是你别以为只有它俩能拍，是台手机就能拍，您的手机也能拍，关键是要参与到摄影中来哦。那欢迎收看 ZPH，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因为这样对我们的独立发展非常有帮助。那下面就来看看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吧。先说整体的后摄焦段配置啊，苹果这边呢是主摄超广角和一颗5倍的长焦，那华为这边呢是主摄超广角，一颗3.5倍的中长焦镜头。再次提醒啊，它们都是定焦镜头，没有光学变焦，没有光变。苹果的拍摄界面虽然有一个2倍的焦段切换按钮啊，但是它是没有2倍光学镜头的，它是主摄的数码变焦。单机主摄就是1倍按钮呢，可以切换24、28、35这几个焦段，但是28、35呢也都是主摄24的数码变焦。屏幕的左上角有一个 HEIF Max， 这个就是主摄的高清模式，4800万像素。那如果你选择 JPG 呢，这就显示是 JPG Max。但是不管你的格式选的是 JPG 还是 RAW 还是 HEIF 啊，当你转发跟分享的时候，系统会自动转成 JPG。华为的拍摄界面有一个10倍的焦段切换按钮，但是这个10倍呢也是3.5倍的数码变焦啊，它也没有10倍的光学镜头。那下面我们就挨个的每一颗镜头加上使用场景来对比这两台手机了，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起。主摄参数都列这儿了，之前也已经详细讲过了。比如说苹果的2400万像素跟1200万像素的区别，华为的可变光圈的区别了。那这回我们就不细展开了啊，直接看默认模式下的对比样片。第一个场景，两台主摄的颜色差别比我想的要小啊，就是视角是有差别的，华为视角更窄一些。还有呢，现在的苹果是用2400万像素的模式拍的，因为默认就是2400万，而华为是1200万像素。但是中心解析力啊，两边居然差不多，你们想到了吗？我之前是想到了啊，只可惜的是画面中间华为有些细节丢失了啊，比较可惜啊。不过不要着急，这只是第一组对比。再说镜组的光学质量，按说呢 ，iPhone 的主摄感光器跟上一代是一样的，那么它的镜组呢应该打磨得更好了。但是它镜组的光学质量呢并没有变强啊，边角画质依然是有下降的。那华为呢已经裁了一圈画面了，但依然能看出来边角画质下降的迹象。再看一组对比，这回颜色的差距还是有的啊。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色彩呢？中心解析力方面，这回苹果的解析力细节损失了一些，华为那边的解析力还有细节呈现分辨率都非常到位。别忘了，华为现在是默认模式1200万像素，而 iPhone 呢是2400万像素。那么华为在之前对比呢，这个主摄的默认模式干过小米，干过三星，可见在默认模式下，华为的这颗主摄还是非常厉害的。再看另一边的边角画质这也是看镜组的光学质量。iPhone 这边呢还是能看出来边角画质的下降。那么华为这边呢，虽然说裁了一圈画面了看不出镜组的光学水平了，但是也能看出来下降。那现在轮到高清模式对比了，那华为的主摄在默认模式下是非常强劲的，但是不好的消息呢，就是高清模式下是非常不给力的跟 iPhone 的高清模式是没法比的。
虽然说华为有一个成像非常慢的跟拍夜景一样的 AI 高清模式，但是解析力还是不如 iPhone 的高清模式。再说超广角镜头，同样的参数都列这儿了，我就不一一念了，还是直接看对比样片。从照片里可以看出来，他们的视角是非常接近的，但是在照片信息里可不一样啊。iPhone 写的是等效13毫米，华为写的是等效14毫米。要知道超广角差一个数可差嗨了去了啊，反正它俩肯定有一个不准的。那颜色呢也有区别，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样片呢？中心解析力方面，看窗帘上的花纹仔细看啊，看不出来换一个大显示器开 4K 看啊，华为的解析力更高。华为的这个超广角啊，干过小米，干过三星，现在跟主蛇一样，又来干苹果来了。镜组的光学质量，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啊，两边是都有下降的，下降的程度也差不多。那么两边输的颜色有些不同呢，是因为当时的光影是不同的啊。注意看地面啊，注意看地面的光影也是不同的。当时有风啊，更高处的树叶应该把阳光挡住了一部分，或者让出来一部分导致的。再看一组超广角样片，还是颜色，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色彩呢？颜色这种可随便改的东西，我们是不聊的啊，我们聊的都是光学素质跟解析力这些改不了的东西。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啊，两边的锐化差不多，但是解析力华为的强很多。华为的这颗超广角是真的很强啊！边角画质的把控方面，这回看另一边啊，两边是都有下降，但是华为的紫边更重。再说微距拍摄啊，那苹果呢跟其他手机差不多，拍摄微距最好的镜头呢就是超广角镜头，但是跟华为的这颗长焦微距比呢，那看过之前的节目朋友心里都有数啊，肯定是比不了的。华为的这颗长焦微距的效果是很好的，就是两边的颜色差距啊有点大。你们更喜欢哪边的颜色呢？再说中长焦镜头这块，华为有一颗3.5倍的中长焦镜头，那其实已经算是长焦镜头了。但是苹果这边呢是有一颗5倍的真正的长焦镜头，那参数呢都列这儿了，我就不挨个念了啊。咱们还是看实拍样片，样片还是先从2倍焦段开始看啊。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它们都没有2倍的光学镜头。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呢？有些奇怪了啊，有些地方是华为的解析力更高，有些地方呢是苹果的解析力更高。那还得再看一组2倍的对比。中心解析力方面，华为的稍微强一些。现在是3.5倍端的对比了，那3.5倍呢，华为就是光学镜头了，苹果这边是主摄的数码变焦。解析力方面没有悬念啊，华为的更强。再看5倍的对比，5倍苹果就是光学镜头了，华为是3.5倍的数码变焦。解析力方面呢，苹果的更强，而且华为有些失误啊，多张合成的时候能看出来有些失误，就是它有些虚影，看出来了吧？不过好在呢，华为并不是每个5倍都会拍出虚影来。那比如说这一组，虽然说还是苹果的解析力更高啊，但是华为这边没有虚影了啊，算是正常了。现在是10倍的对比啊，10倍苹果是用5倍镜头的数码变焦，华为是用3.5倍的数码变焦。在解析力方面呢，我专门放大的是暗部啊。虽然说苹果的噪点非常重，但是在解析力方面还是要强于华为的。那这里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苹果的5倍呢是1200万像素，而华为的3.5倍呢是4800万像素。但是都变焦到10倍数码变焦的时候啊，还是苹果的5倍更厉害啊，虽然说它像素更低。再说前摄啊，先看自拍，用的就是自拍的默认设置，没有调到人像模式。那苹果这边的肤色呢，看着还是挺正常的，而且呢没有什么美颜，脸上的瑕疵看得都很清楚。华为这边呢还是有些美颜的，但是肤色呢是没有苹果好看的，对吧？但是前摄的录像嘛，苹果的表现就没有华为好了，主要是苹果的防抖不行，清晰度看起来也没有华为的好。虽然说苹果的肤色还是不错的啊，但是清晰度跟防抖还是更实用一些啊。再说人像拍摄，用的就是手机人像模式的默认设置，没有调其他的啊。iPhone 这边呢，人像还是偏写实的，背景虚化呢也不是很猛。华为那边的人像呢，肤色看着更好看，背景虚化有些夸张，但是华为的抠图是有问题的啊，仔细看它的抠图是有问题的。再看扩张度的对比，先看第一个场景，难度比较低啊。两台手机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它们的亮部跟暗部细节都没有问题，而且拍出来的照片呢都很好看。第二个场景就有难度了，那亮部细节呢，就是树枝跟天空的分界呢，两边做的其实都不够极致。暗部呢，看起来好像是苹果的暗部细节更多啊，其实不是。最暗的地方呢，它俩都没有细节了。那超广角的表现，这亮部天空啊，颜色还是华为的更好看。暗部细节呢，这回确实是苹果的展现的更多了。
那这个场景呢，就是分水岭了。主摄的表现，苹果不错啊，暗部能按得下去，而且还能保留细节。仔细看，苹果的暗部可是有细节的啊。而华为的暗部呢，看起来好像是更厉害一些，但是噪点非常的爆炸。那超广角的表现，这树的颜色啊，差距是非常大的，而且从细节呈现上说呢，也是苹果的更好。分水岭过后呢，优势并没有往苹果那边偏转。那这个场景呢，还是难度挺大的啊。主摄的表现，这回暗部细节呢，肯定是华为的更好了。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华为的更优秀。最后一个场景也是如此啊，暗部细节呈现华为的更优秀，超广角也是这样。再说夜景啊，先看第一个经典的场景，有强光有阴影。那国庆嘛，周围的环境光变得更复杂了一些啊，他们看着都稍微有点乱。那主摄的表现呢，两边差不多。但是超广角的表现，这暗部细节呈现是华为的更好啊，比苹果强很多。只不过这华为把我手指头给拍进去了。下一个场景难度高了一些，主摄的表现亮部细节呈现苹果的可强很多呀，但是暗部细节呢，苹果有些偏色。超广角呢，这回亮部细节是华为的更好了，但是华为的暗部细节是整体偏色了。现在是 3.5 倍的表现，3.5 倍苹果是主摄的数码变焦，华为是光学镜头。亮部细节呈现呢，华为的更好，但是亮部有些偏色啊，它暗部细节呢是苹果的更好。现在是5倍端的表现，亮部跟暗部的细节呢，这回两边都差不多了，但是华为的亮部呢还是有些偏色。看过前面几期的朋友都知道，在这个场景，这两台手机就是难兄难弟了。在直出的表现下，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他们拍的都不怎么样。就算是打开了夜景模式之后，那么主摄跟超广角的表现跟现在的旗舰机比呢，它俩肯定也是不行的啊。那矬子里拔将军呢，亮部细节表现苹果的夜景模式下稍微好一些。这个场景就非常极限了，主摄的表现暗部细节呈现华为的更好，超广角也是华为的更好，就是华为这偏色呀，昏暗的城市道路上，主摄的表现暗部细节呈现，仔细看的话其实是差不多的，但是超广角的暗部细节呈现呢，是华为这边稍微强一点。但是华为的超广角在拍摄这个场景的时候，成像是非常慢的，按下快门之后呢，要等半天才能成像。这点呢，之前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啊。那体验上呢，肯定是没有苹果按下快门就能成像的体验好的。祖传参数场景就非常的暗了，就要打开夜景模式了。咱们看看厂家的硬件软件配合水平怎么样。那么主摄的表现呢，虽然说颜色的差别比较大，但是细节呈现是差不多的。超广角的表现，苹果的更好。健身器场景还是非常极限的。那么华为主摄的表现呢，比我想的要强啊，好像又进步了。它的细节呈现跟苹果来说呢是非常接近的，只是远处的树叶呢还是不如苹果。但是超广角的表现依旧是苹果的更好。夜景的难度再提高一些，树林小路的场景，主摄的表现这回就是苹果的强了啊，一眼就能看出来。超广角的表现还是苹果的优秀。最变态的祖传神树 Pro 这个场景是非常非常极限的。主摄的表现两边还是很接近的啊，华为的表现不错。超广角嘛，这么暗谁还用超广角拍呀？虽然说苹果的更好点，是吧？视频录制用的就是手机的默认设置，也是最接近微信等社交软件的录制效果。现在是主摄白天的表现，两边的防抖跟清晰度都是非常不错的，就是华为建筑的高光部分有些太白了，对吧？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由于华为的超广角镜头呢是在最下边，又把我手指头拍进去了。但是不影响整体效果啊，两边都非常不错。现在是2倍端录像的表现，它俩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那苹果这边无论是清晰度还是防抖啊，都比华为强。颜色的区别嘛，那么你们更喜欢哪边呢？现在苹果是5倍镜头，华为是4倍。华为呢，录像的第二个焦段不是3.5倍镜头啊，它直接是4倍。那么清晰度还有防抖都是苹果的优秀。现在是10倍端录像的表现，它们都是自己长焦头的数码变焦了。但是清晰度跟防抖都是苹果的更好。现在是夜晚主摄的表现，清晰度跟防抖呢两边都还不错啊，但是暗部细节呈现呢是苹果的更好。但是苹果这个鬼影啊真是没辙呀。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那么这个场景超广角就谁也甭说谁了。现在都是他们默认的长焦焦段的录像啊，苹果是5倍，华为是4倍。但是他们都是主摄镜头数码变焦拍摄的，论清晰度呢还是苹果的更高一些。光源设计方面，大家就看看这两台手机长什么样就得了。我估计你们不看也知道它俩长什么样了。那这期的时长呢，已经是够长的了啊！而且硬件呢，我们也不熟悉啊，我们是聊影像的节目。那下面我们就直接总结一下它俩在影像方面的表现。
经过几轮的对比啊，可以看出来 Mate 60 Pro 的主摄和超广角在默认设置下是非常强的，比小米、三星和这次的 iPhone 15 Pro Max 都强。那只可惜主摄的高清模式不给力啊，打不过这次的 iPhone 15 Pro Max。中焦 Mate 60 Pro 的更好，长焦 iPhone 15 Pro Max 的更好，微距 Mate 60 Pro 的好很多。前摄自拍呢 iPhone 15 Pro Max 的稍微好一些，前摄录像 Mate 60 Pro 的稍微好一些，人像抠图呢 iPhone 15 Pro Max 的更好。那风格呢就见仁见智了。扩张度 Mate 60 Pro 的稍好，夜景普通城市夜景环境下呢 Mate 60 Pro 除了偏色以外呢，细节呈现是有优势的，但是极暗环境还是 iPhone 15 Pro Max 的好。录像白天主摄跟超广角两边是都不错的，中长焦是 iPhone 15 Pro Max 的好。夜景苹果的主摄啊鬼影太讨厌了。那综合所有的镜头表现呢 iPhone 15 Pro Max 如果没有鬼影的话呢，那夜晚录像呢 iPhone 15 Pro Max 稍微强一点点。OK， 到结尾了，看完前面内容，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一些思路，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啊，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